今天呢 Confluent 发了一篇新的博客，这篇博客的内容是说他对他上周发布的 One 2.1以及会员的图生视频模型做了工作流的更新。那这个更新的内容还是非常有价值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测试。那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们的测试呢会这样来进行，我们会在云平台上来进行它原始工作流的效果的测试，然后在本地呢进行它新版工作流的这个测试。这样的话呢，大家就容易做一个比较好的比较。那云平台呢，我们依然使用的是 Running Hub， 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.ai 进到这个平台，然后点击左侧的控制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。好，下面呢我们继续看这个博客的内容。首先呢是关于 One 的。One 的标题呢非常有意思，叫 One 2.1 in FP16。那我们通过这个标题也能知道，这个模型重点是对数据的格式做了一些更新。那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呢，我现在把它翻译一下。那我们看一下第一段，说我们注意到这些模型在 FP16 推理时的效果会比 BF16 更好。与我们上传的原始的 BF16 相比，这是一个质量的提升，给出的结果呢更接近于 FP32 的全精度的计算。那使用小模型 1.3B 的时候呢，这一点非常明显。如果你使用 14B 的模型的时候呢，也会有明显的改进。它的这个意思是说，它把它的 BF16 的模型改成了 FP16 的。而且强烈的建议你升级到 FP16 的这个数据格式的文件。这儿呢，我们就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就是 FP16 和 BF16 到底有什么区别。那我们很多的小伙伴都会认为它大概是一个格式，不会深究它到底有什么区别。这儿呢，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，FP16 呢指的是 float point， 就是浮点数，而且是用16位表示的。而这个 BF16 呢，指的是 brain float，brain 指的是大脑的意思，一般我们叫做脑浮数，就是大脑的浮点数。那么这两个呢，其实是16位的不同的表示形式，怎么去理解呢？他们在表示一个数的时候呢，都是用16位，这个是一样的。但是呢 ，FP16 的结构是1、5、10，用1位来表示正负数，也就是符号，用5位来表示整数，用10位来表示小数。那这就是我们传统的 FP16 的一个结构，你在编程的时候可能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方式。而 BF16 呢，是谷歌专门针对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提出的一种数据格式，它的结构呢是1、7、8，一位表示符号正负，那7位表示整数，8位表示小数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结构就可以知道 FP16 呢能表示的整数的动态范围很小，因为它只有5位，而 BF16 呢会有7位，表示的整数的范围就会更大。但是呢 FP16 的小数更多，所以说它的精度更精准，而 BF16 的这个小数呢只有8位，所以说呢它的精度呢是不够的。所以说理论上你可以这样去理解。从实用层面上来讲呢，大概有2个维度。第一个呢就是从训练和推理这样一个方式去考虑。在训练的时候呢，我们更倾向于使用 BF16， 因为这样的话呢会有更大的数据范围，那我们能更好的捕捉到数据的动态和它的变化。在推理的时候呢，我们更加希望使用 FP16， 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更好的精度。那另外一个层面呢，就是在设备上，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些低端设备，比方说消费级的 GPU， 甚至是一些嵌入型的设备，可能呢你会使用 FP16， 这样的话呢它的数值要求的会更小，虽然精度更高。那如果你使用的像这个谷歌的 TPU 或者新型的这种 GPU 的设备，那我们会更倾向于使用 BF16。所以说大概呢你就通过这样2个层面可以知道那么 FP16 和 BF16 它基本的一个区别。通过我的解释你大概也能知道就是说在推理的时候当然
或者理论上来说 FP16 呢就会更好一些。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官方一直没有注意到，它一直使用的是 BF16。另外呢，就是对于 FP8 这个东西，这个呢它也上传了一些 FP8 skill 的权重，这个其实变化不大啊，就是如果你去测的话，可能很难看到一个明确的变化，所以说这儿呢我们就不测这个FP8 的这个啊，我们的测试呢还是针对 1.3B 这个模型来做。好，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原始的 BF16 里边它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。这儿有一个呢 One 这个模型文本生成视频的基本工作流，大家注意，我现在选用的数据模型的格式就是 1.3B 的 BF16， 而且是它官方的。注意Weight Type 一定要选 Default 啊，你不要选 FP8。你要选 FP8 的话呢，你这个 BF16 的这个缺点和那个 FP16 的这个优点呢，可能都展现不出来，因为你把它截断了嘛，是吧？本来16位你变成了8位，别的没有什么变化。看一下这儿，我们的分辨率呢是832×480，然后33帧。这儿为了对比呢，我把这个 seed 给它固定好了啊，是2，30不采样。好，我们看生成的这个效果，非常的漂亮，是吧？可能你看到这儿，你觉得的确已经能够满足你的这个要求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关于人物的动作、细节、神态、环境的描述，这个几乎是无可挑剔的。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怕对比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来对比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在本地跑的，唯一不同的就是我现在用的是 FP16， 当然这儿也要选 Default， 别的都一样。看一下啊，832×480 33帧，30不采样 6.0 啊，这个都一样。然后看一下这个效果，这个如果你去对比的话呢，你会发现这个会更清楚。注意头发的这个地方，还有衣服花纹的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再切过来啊，大家注意啊。包括人物这个整个的面部的表现，有一个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大家注意在领口这个位置，那么这个呢就会有更多的细节出现啊，而且很明显这个人长得会更加的好看。另外大家做这个测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就是不要用 T-Cache 啊，尽量的不要用，因为现在关于 One 这个模型的 T-Cache 技术呢还在不断的调教当中，而且当你用了新的这种FP16 的数据格式，这个格式呢是新发的，可能原来的 T-Cache 呢不见得是适用的，你跑出来大致是这样，但是会出现一些模糊啊，或者有一些细节的丢失啊，不方便你去对比啊，所以说大家在对比的时候尽量的不要使用T-Cache 这样的加速技术。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 One 这个模型的一个更新，非常的有意思。好，那我们回过头来接着看。它这儿呢有一个安装和使用的方法，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可说的，我们可以点开这个它的这个例子，它把这个更新了一下，你要注意。首先呢就是提供了这个 1.3B 的 FP16 的链接，然后更新了这个生成的一个效果，这个比那个原始的效果的确要好很多。另外关于 Image to Video 的时候呢，同样会有 FP16 的链接。那如果你要是不想这样去下载的话呢，你可以进到 Config 它的包包里面的首页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是 One 的，然后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在 Split Files 然后 Diffusion Models 里边找到所有的你需要的，不管是 BF16 的还是 FP16 的，你只要看清楚啊，它是 8-way 的 T2way 的，是 720P 的还是 480P 的就可以了，可以统一在这儿进行下载。关于它的工作流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啊，就是用原始的工作流就可以了。这个呢你也可以在这儿得到验证。如果你现在想下载工作流呢，可以进到刚才我们说的 One 这个目录下边，这儿有一个示例的工作流，那你会发现这个都是12天之前传的啊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所以说不用关注工作流本身的问题。关于文声视频 FP8 模式的这个我就不测了，因为效果的确是不明显的。对啊，它这儿描述非常有意思啊，你注意这儿说这个针对于没有足够的 VRAM 的16位权重的用户，我们上传了 FP8 Scale 的这个权重，然后呢它的推理呢会比 FP8 要慢一点点，但
应该会比常规的 FP8 权重产生更好的效果。看这个描述啊，叫应该会比，那就是它本身也不确定啊，就是外国人表述还是比较准确的。所以说这个应该这个词就代表着你可能测的话呢，不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结果。下边呢，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更新，就是关于会员的。会员这个更新就比较大了啊，这个还是基于会员官方发布了一个修复版。这个版本修复了之后呢，重点是修改了2个东西。第一个就是修改了 ID 变化的这个 bug， 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， ID 变化就是人物呢它会发生变化，就是图片是这个人，当生成视频就是另外一个人。第二个就是它对动态的这个类型呢进行了更新，一个叫做稳定版，第二个叫做动态版。稳定版呢指的是动作呢会更加的稳定，人物呢也会更加一致，而动态版呢可能更加遵循你的提示词，但是有可能会出现尾影啊、变形动作啊这样的东西。他这也提到了说这个两者呢都非常有意思，而且呢都非常有用，具体取决于你想要什么。那么这个呢对于整个的工作流都会有一个大的变化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大家可以在这个 ComfyUI 的examples 里边看到更多的内容。它这儿呢提供了新的工作流的下载，分别是 V1 版和 V2 版。然后模型呢也有一些变化，你注意 V2 版呢就提供了新的模型叫 Replace Image， 而 V1 版叫什么？叫 Contact 啊，它这儿虽然没有写，但是它叫 Contact， 就是连接起来。第二个叫替换啊，那具体的内部机制我们不用去管啊，我们下边就看一下它到底有什么不同。首先呢，你注意新的工作流呢会有一个变化，我们看一下本地部署的情况。这是这个新的工作流。当你把 ComfyUI 更新到最新版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2点不同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在会员 Image to Video 这个位置呢，会有一个叫 Guidance Tab， 有2个选项啊，一个叫做 Contact， 一个叫 Replace。Contact 就是原来的模型。如果你要是选 Contact 的话，那么这个模型就应该选择你最开始的 @way 的模型。那如果你选的是我们新下载的这个 Replace 版本的，那这儿呢就一定要选这个 Replace 版，这儿一定要选 Replace， 这个就不要弄错了。然后呢，关于它的使用呢，我们先说一下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分辨率不要太低。你像以前我给大家测试的时候用 512×288， 这个只是为了生成更多的帧啊，因为会员的采样还是比较快的。那所以说这儿我用的是 640×368， 不要比这个再小了啊，再小的就容易出问题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在这里边尽量的，如果你做测试的话，也不要先用 Tcache 这样的东西啊，我们就直接跑这个原始的工作流就行了。好，我们下边看一下，这儿有一张图片，然后这是 V2 版跑出来的效果。提示词什么不用管，就看这个最终的这个效果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人物呢保持的非常好，人物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，会有比较多的动作，但是呢不会特别严重，就是动作呢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，这就是 V2 版的一个特点。那我们再看一下 V1 版。V1 版呢我是在云上跑的，我们开始跑出来的效果，我把这个放大一点。首先呢我们会发现它的动作会更多。另外的话你要注意啊，这个人物的面部变化也是什么比较大的。你注意啊，他这个整个人其实就变了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那个 ID 变化的 bug。那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，大家会发现，你说哪个更有用呢？这个就不好说了。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啊，那个用户也不应该去变。那你只要掌握出它大体的原则，就是 V1 版呢会有更强的动态性，而 V2 版呢会具有更强的一致性，那就看你需要哪一种。那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，这个也比较仓促，因为这个发的时间也比较晚。我本来是想做别的一期视频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尽快的给大家把这个信息同步一下，所以说就临时做了这期视频。好，希望呢对大家有一些帮助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